有成分的仪态又来了，一到春节变结巴，一到国庆变土娃，这句话简直就是为刘昊然量身定做的。前脚刚参加完《我和我的家乡》，后脚又主演了喜剧《1点就到家》，成功积累票房100亿，成为首位95后票房破100亿的小鲜肉。不，应该用男演员去形容他更贴切。别看弟弟年龄小，实战成绩可不少。继吴京、黄渤、张译、杜江、邓超、沈腾、欧豪、王宝强后，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第9位华语100亿演员。很难想象拥有此等头衔的他，如今不过23岁而已。哎，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总是那么优秀呢？说实话，前面说的2部电影我都没看，因为仪态11在家真的睡了好几天懒觉，昏迷不醒的那种。但看到只过了个11，刘昊然就成了95届的扛把子，仪态还真得和大家唠一唠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小鲜肉成了大部分网友和观众诟病的对象。所有人对他们形成的固化印象是年轻加流量加没演技，最后一条还要被圈起来画个重点。也不怪大家评论如此之差，只怪一些小鲜肉的转型的确不太成功，本身也的确不太敬业，甚至让一些圈内人都觉得他们侮辱了演员一词儿。当真以为找个替身上去嘟嘟嘴卖卖萌就像演戏了，而且带着身水的不能再水的演技，还拿着高的吓死人的招酬，怎么能让人不骂一骂呢？不过凡事也不能一竿子打死嘛，说所有小鲜肉都没演技的，那只是见过的太少，成见太深。刘昊然这回真的给小鲜肉们好好打了个样。作为演员，他显然是幸运的，17岁那年一次不小心的报名，开启他往后顺风顺水的星途。北京爱情故事里的宋哥，唐人街探案里的秦风，可以说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稳稳地站在了他人觊觎已久的位置上，就连他都觉得自己过于幸运了。我只是一个被一股不属于我的力量刮着往前走的人，在所有人都觉得我快要升腾而起的时候，我总是有种无法落地的不踏实感。但他靠的真的是运气吗？刘昊然的老板是佟丽娅和陈思诚夫妇，他们的工作室背靠万达，工作室目前只签了刘昊然一位艺人，工作室所有的资源会全部给他，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，可以说刘昊然想不红都难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在拥有北爱这个机会之前，刘昊然已经在艺术的道路上坚持了7年。从11岁开始就独自一人进入北舞附中学习舞蹈，狭小的出租屋、公用的厕所和厨房，加上没有过人的天赋，常常压腿疼到躲起来哭。这种窘状直到他出演了人生中第1部电影《北爱》之后才有所好转。还在读高中备考的时候，刘昊然就被陈思诚挖掘了，出演了《北京爱情故事》。临近高考时，陈思诚也不放过他，拉着他去拍了泰国的《唐人街探案》。这2部电影并没有耽误刘昊然的成绩，他在表演专业中以专业和文化双料第一的成绩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。考上中戏后，刘昊然出演了《唐人街探案2》和《妖猫传》，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我和我的家乡，1点到家。他还有未播的电影《唐人街探案3》，如果去年春节这部电影能够顺利上映，刘昊然现在的票房应该不止300亿了。刘昊然出演的每一部电影不是票房特好，就是口碑特别好，这么好的运气怕不是个神仙？但在娱乐圈好资源的年轻艺人不少，刘昊然靠的绝对不只是傍上了陈思诚、佟丽娅夫妇和万达的好运气。仔细观察刘昊然的职业路线，不难发现他的路线就是稳扎稳打。细数刘昊然往年佳作，能看出于他而言，身上这副好皮囊就是用来折腾的。角色常常扮丑、扮矬、扮乡土，又黑又脏又受累。可无论是乡村闹飞起的魏晋北，还是隔壁单元剧里傻憨憨秦风，刘昊然都能将角色消化成与自己浑然一体的存在。他的心思似乎从来就不在追求完美的颜值上，这一点相当难得。为了演好《妖猫传》中的白龙，他先是减肥，然后再增重，在大冬天拍落水戏也是毫不犹豫，说跳就跳。为了演好《唐人街探案》结巴少年，频繁练习结巴的台词，导致肌肉形成了习惯，一直到杀青后的1个月，他才恢复了正常的说话习惯。为了演好《建军大业》中的丽玉，他翻看所有关于丽玉的资料，甚至还把电影中自己的对手林彪、叶挺这些人的资料也都看了。仔细数来，刘昊然在作品中的表现很少遭到吐槽。很多年轻人的发展方向都是偶像剧，因为偶像剧可以快速的实现爆红。刘昊然呢，也不是没有拍过偶像剧，比如和大7岁的谭松韵合作过的《最好的我们》，
但他主攻的方向是正剧和大屏幕。一个演员的发展方向呢是至关重要的，但又有多少演员能够沉得住气，年纪轻轻就死心塌地的在正剧圈里打基础？很多偶像剧的演员红了之后还是继续演偶像剧，那是因为他们品尝到了偶像剧的甜头，不肯轻易放弃，所以一直演，演到必须要转型的年纪，才不得不放弃这块甜美可口的蛋糕。但这个时候往往为时已晚，刘昊然年纪轻轻却已经知道这个事实，不炒 CP， 不卖人设，无绯闻，他的曝光率极低，甚至低得不像话。有运气加够努力等于圈粉无数，他也算没有辜负上天给予的好运，这才有了最好的我们，至今仍被赞为国产校园青春片的天花板。唐人街探案系列，陈思诚打造的侦探加喜剧模式成了春节档全家的必备节目。妖猫传、白鹤少年是刘昊然少年感的巅峰，多少人心头一抹白月光，幸运女神抛过来的橄榄枝他接住了。如果说傍上了陈思诚这位慧眼识珠的老板，让刘昊然从此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，但如果他毫不珍惜到手的资源，他也不可能有今天。毕竟娱乐圈从来就不缺年轻的演员，也不缺演技好的，如何让自己持续爆红，就要看自己的能耐和本事喽。当然，熟悉仪态的人都知道，只捧优点不说缺点不是仪态的风格。刘昊然无疑拿到了一副好牌，他本人也足够努力，而且背靠着陈思诚，影视资源肉眼可见的肥美，这些都是他不可忽略的优势。但优势也往往意味着另一面的劣势。我们仔细研究他票房突破100亿的这些作品，群像类作品占了大半壁江山，也就是说，完全由他独立担纲主演的片子几乎为零。就连声名大噪的唐人街探案系列，采用的也都是双男主甚至3男主模式。如果没有王宝强的聒噪衬托，他演的秦风会显得过于呆板和单薄。抛开电影和粉丝等因素，他的能力还不足以撑起一整部电影，至少作为一个演员的多面性和丰富感，他还不足够。当年他凭借《唐人街探案2》获得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提名的时候，我打心眼觉得他最好先别获奖，拿了奖未必是好事儿。虽然每个演员都会渴望奖项，但我认为他时候未到。当然，如果非要去跟某些水弟水后媲美，仪态我也无话可说。相对顺遂的演艺道路是幸运也是忧患。不过我个人挺看好刘昊然小哥哥的，所以愿意以更客观的角度说一些不完全中听的话。不说啦，仪态要去看一下这部大家吹到爆的1点就到家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